自去年10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欧盟方面在关税问题上一直反复变化。最新消息，有欧盟官员称，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从7月4号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不会坐视不管，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据德国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推迟了原本计划在6月5号公布的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欧洲媒体称，欧盟委员会推迟公布对华加征关税，是为了避开6月6号至6月9号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而根据最新消息，有欧盟官员3号告知中国汽车制造商，预计欧盟委员会将从7月4号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但尚未透露关税税率。欧洲媒体报道，在7月4号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之后，欧盟委员会有4个月的时间与各成员国协商，将临时关税变为永久性关税。欧盟贸易事务发言人奥洛夫·吉尔表示，将很快宣布一些临时条款。据悉，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下周私下通知企业将征收的进口关税水平。推动欧盟自主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源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去年10月提出以来，该举措在欧盟内部遭到广泛质疑。有一派观点认为，冯德莱恩跳过了征询欧盟企业或相关产业协会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滥用了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权责，不仅让欧洲汽车企业受挫，也将扭曲市场，破坏欧盟摆脱对内燃机汽车的依赖，从而减少碳排放的努力。中欧关系的分歧肯定也会对欧洲议会选举后议会党团的分化重组以及欧盟领导层人事方面产生部分影响，所以欧盟委员会此举旨在是将竞选活动的焦点放在其他问题上，同时也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纯贸易方面的这个技术问题。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期冯德莱恩本人态度已有软化，开始不断强调加征关税需具备2个限定条件：首先要有针对性，不能将加征关税的范围无节制地扩大；此外，加征关税前也一定要先核实中国的补贴关税水平要与欧洲企业的受损害程度相对应。有观察认为，冯德莱恩此时降低调门，与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有很大关联。今年2月，冯德莱恩正式宣布将寻求第2个5年任期后，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多个欧洲政要公开表示了反对立场。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质疑其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的程序缺乏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一事上，虽然由欧洲方面率先提出，但率先让政策落地的却是美国。今年5月14号，美国白宫突然发布声明称，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税率将从25%提升至100%，被指跑到了欧盟前面。有专家表示，同样是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美国和欧盟的具体情况和考虑并不相同。相较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只占出口总量的1.08%，出口到欧洲的比例高达近40%，体量上的巨大差异让白宫的举措不过是一拳挥在空气里。但欧盟加征新关税，则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中欧之间的贸易，伤害的将是中欧共同利益。从欧洲本土汽车行业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合作也才是主流。对于欧洲的大型汽车制造商来说，中国依旧是其最大的单一市场，德国就是典型。此外，中国新能源车企前往德国建厂，也带去了智能化换电、智能交通、自动驾驶等新的技术合作在德国本土落地。而这样的合作形式并不只出现在德国，对于法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同样如此。深圳卫视注意到，当地时间4号，在欧洲进行访问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专门去了西班牙的中西车企合资工厂。在听取相关介绍后，王文涛表示，奇瑞与艾布罗开展合作是中国汽车企业开拓欧洲市场、实现本土化生产的积极尝试，也是中国企业首次与西欧发达国家签署汽车本地化生产协议。中欧之间有竞争，更有合作，在良性竞争中扩大合作，实现共赢，才是正确相处之道。希望欧方摒弃保护主义，回到对话合作的正确道路上来。
在葡萄牙里斯本主持召开葡萄牙中资企业圆桌会时，有企业代表反映，欧盟以所谓公平竞争为由，持续打压中资企业。据欧盟中国商会调查显示，在欧中企对欧盟营商环境总体评价连续4年下降，这一趋势令人担忧。王文涛表示，有关国家对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公平竞争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国际交往的基石，不能任由少数国家来定义。王文涛说，真正的公平竞争应当是自己努力跑得更快，而非想方设法绊倒别人；应当是开放合作、平等互利，而非封闭排他、拉帮结派；应当是遵守已形成国际共识的规则，而非随意破坏和篡改规则。中方倡导合作共赢，但不回避也不惧怕竞争，欢迎良性竞争，反对遏制打压的恶性竞争。在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王文涛此次访欧是否正说服欧洲部分国家停止对中国企业的调查，包括阻止欧洲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关于欧盟的反补贴调查和关税，中方已多次阐明了立场，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欧方能够恪守坚持自由贸易、坚持开放的承诺。如果欧方出台任何损害中欧经贸合作的措施，中方也不会坐视不管，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